vivo X300 Pro， 一台搭配上官方摄影师套装就能变成一台长焦相机的手机。本期就来看看它的表现。当然了，也不能只看它武装到牙齿之后的表现还要看它作为一台手机的日常表现。本期看点如下，推荐大家仔细去看。我个人觉得它是一台能让你的朋友们非常喜欢你的手机。那由于这台手机现在还是工程版固件，等升级到了最新正式版之后，肯定会安排它跟其他手机对比的。那如果你着急想知道它现在的水平跟其他手机比怎么样呢？我们节目有一个好处，你可以跨视频横比所有的手机，你可以去参考往期的节目啊。那作为聊影像的节目，一直鼓励大家能参与到摄影中来。非常感谢那些在视频回复里上传照片的朋友，是你们用实际行动带领着大家真正的参与到了摄影中来。也非常感谢那些给我们节目点赞和加关注的朋友，尤其是加关注啊，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了。那么本期的摄影环节，就看看哪些网友的摄影作品入选了吧。器材虽然分好坏，但是摄影不论器材，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那么下面就来看看这台手机的表现吧。手机后摄3个镜头，主摄、超广角和最新的 3.5 倍长焦镜头。在拍摄界面中，默认给了几个变焦按钮，0.6倍是超广角，1倍是主摄，2倍是主摄的数码变焦，还有 3.5 倍的长焦和10倍的数码变焦。连续点击主摄还有长焦的变焦按钮呢，还能切换出其他的数码变焦焦段。在风光与夜景的拍摄界面中，依然集成了非常多的拍摄模式。除了夜景以外呢，还有什么长曝光、慢快门啊，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就是现在看到的蔡司透视校正。那么这点呢，在超广角环节咱们再说。在拍摄模式里上滑，当然现在是左滑啊，就可以切换到我非常喜欢的人文街拍相机模式。这个模式是鼓励大家横屏拍摄的模式，它有着丰富的手动操作选项和快捷的色彩模式选择方式。如果你喜欢用 vivo 手机的话，我推荐你用这个模式多多尝试拍摄创作。在拍摄模式的左上角有一个镜头的小标识，点击它之后就会切换到增距镜模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配合摄影师套装里的长焦增距镜使用了。那现在看到的界面呢，就是已经装上了长焦增距镜的拍摄界面。在界面中呢，有等效200毫米、400毫米、800毫米和1600毫米的4个选项，其中200毫米呢是光学焦段，上面的3个呢是数码变焦选项啊。当然，在这个拍摄界面下也能拍摄2:1像素高清模式。当然，当你接上长焦增距镜之后，主摄跟超广角就用不了了，因为它会把这颗长焦镜头拍下来。前面既然提到了色彩模式的选择呢，那我这里呢也拍了几组不同色彩模式的样片，放在这里进行对比。当然不是相机提供的全部色彩模式啊，我挑了几种有代表性的。那么希望大家在创作的时候呢，多多利用这些色彩模式来记录你拍摄时的心情。不同的场景肯定有适合它的色彩模式，也会有几种色彩模式你用起来会得心应手，非常有利于你的创作。那么这些呢，大家就多动手，多去摸索就好了。
那下面咱们就正式测试 X300 Pro 的光学成像表现了。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参数都列这儿了，就不挨个念了啊。后面我们测试的标准呢，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拿起来就拍。最近的北京啊，连着下雨，都是大阴天。测试当天呢，光照条件非常的暗，就跟傍晚一样。主摄的色彩还是不错的啊，是我喜欢的风格。那么中心解析力可以看到成像是非常细腻的，数码处理痕迹呢并不多。边角画质的下降呢是有的啊，还算轻微。再看一组样片，成像的色彩风格依旧是我喜欢的那种，中心解析力依旧非常细腻，而且数码处理痕迹很少。边角画质呢，也就是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呢，看最角上啊，确实有一点点下降啊，但是整体的镜组光学质量依旧是非常不错的。主摄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那默认模式呢是1200万像素。那么开启高清模式之后啊，你还别说，解析力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再说超广角镜头，参数就列这儿了，就不挨个念了啊，咱们直接看实拍样片。现在看到的是主摄跟超广角的视角差距对比图啊。超广角呢是等效15毫米的，主摄是等效24毫米的，它们之间视角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还记得前面提到过的蔡司透视校正功能吗？那么这个功能是干什么用的呢？很多朋友都有拍摄建筑的经历啊，比如说这张照片拍完之后，建筑的墙壁都是倾斜的。在我们的每期节目中都有摄影投稿环节嘛，你看很多人拍摄的照片中都有建筑，但是他们的建筑呢基本都是笔直的。那他们是怎么拍的呢？这里是有技巧的啊。拍摄的时候镜头的视角一定要水平，不能仰头也不能低头啊。你看我想把天空多拍一些，稍微一仰头，这建筑的墙壁就变倾斜了。拍出来的照片就变成这样了。那我除了后期调整以外，有没有别的办法呢？有。这个时候为我提供的蔡司透视校正就派上用场了。打开这个功能之后，无论镜头的视角是仰头还是低头，系统都会自动帮你校正建筑的水平和垂直关系，在照片中的建筑也不会再歪歪扭扭的了。现在这两张对比图是不是非常的直观？所以说这个功能对新手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回到超广角的测试中来啊，中心解析力依旧是那种很细腻的风格，数码处理的痕迹呢很少，边角画质呢确实是有所下降的啊，比主摄看起来更严重一些，但这毕竟是视角更广的超广角，它的水平已经很不错了。再看一张超广角的样片，颜色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当时拍摄的时候是大阴天啊，颜色方面我觉得没有问题。那么中心解析力依旧细腻，边角画质的下降呢依旧在合理的范围以内。超广角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那么解析力跟普通模式比呢，确实有一些提升啊，但是这种提升的幅度呢，跟主摄比呢，确实比不了。那主摄的高清模式解析力提升确实非常夸张啊。再说长焦这块，那么这回的长焦呢，是搭配了全新镜组的3.5倍长焦镜头，参数都列这儿了，就不挨个念了。对比样片还是先从2倍焦段开始看，2倍呢是主摄的数码变焦，还没用到长焦镜头呢。可以看到2倍数码变焦在拍摄远方的时候，解析力跟主摄比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虽然说2倍数码变焦的表现不错，但是跟新的3.5倍长焦比呢，在拍摄远方的时候，那解析力也是没法比的啊。3.5倍光学镜头的解析力肯定是更高的。那这颗3.5倍的长焦镜头的看家本领肯定是2.1像素高清模式了，那跟普通模式的1200万像素比，那解析力的提升那肯定是相当明显的呀。优秀的3.5倍高清模式就能保证更远的数码变焦拍摄质量。那现在看到就是3.5倍的默认状态跟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可以看到解析力的提升依旧是非常明显的。那这颗长焦头接上摄影师套装里的增距镜以后，效果会怎么样呢？接上增距镜之后啊，第一个焦段呢就是等效200毫米的，它的焦段呢是跟相机的10倍数码变焦的焦段是差不多的，可以看到解析力又进一步的提升了。那现在看到的就是相机的30倍数码变焦跟拧上增距镜之后的800毫米数码变焦的对比。其实你接不接增距镜呢？那后边的数码变焦焦段呢，我都不推荐用了啊。目前相机的30倍数码变焦跟增距镜的800毫米数码变焦，我个人认为还是能保证拍摄质量的。但是它们在解析力方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啊，增距镜这边的效果是更好的。
接上增距镜之后啊，也是有2.1像素拍摄模式的，但是只能用200毫米端来拍摄了。它的焦段呢，前面说了，跟10倍数码变焦的效果是差不多的，但是解析力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啊。这还是在光线比较暗的条件下，那如果光线充足，解析力的差别会进一步的拉大的。微距拍摄这台手机是可以用超广角和长焦来拍摄微距的。那现在看到的主摄数码变焦呢，实际就是用超广角数码变焦的主摄焦段来拍的。那10倍的微距照片呢，用的是3.5倍镜头数码变焦拍的啊，可以看到10倍的微距效果是更好一些的。那么换一个场景啊，拍一个岩石的表面，那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可以把表面放大到一个一个细小的岩石颗粒的状态来观察它。但是我觉得，如果拍摄时我对焦更考究一些，环境的亮度再亮一些，应该是10倍数码变焦的效果更好啊。只不过现在看呢，两边的效果差不多啊，但是都不错。再说前摄啊，先看前摄自拍的表现。那么这个环节呢，只要不出什么大问题，其实是不用怀疑的，因为这是 vivo 的强项。虽然说当时拍摄的时候光线是比较暗的，但是它的前摄自拍效果依旧是非常优秀的。清晰度肯定是没问题的，肤色也很好看，美颜的程度也适中，在保留了脸上的细节同时呢，也会把你拍得更精美、更精神。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那么这个环节呢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啊，还是那句话啊，只要不出错、不翻车的话，它的表现肯定是很好的。你们可以看到人物的肤色呀、磨皮、美颜呀、防抖啊、清晰度啊，这些怎么说呢？咱也不能太夸它，说它是什么顶级，咱就说它啊都没有问题。那再说人像拍摄用的也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那这个环节呢，相对于前摄自拍来说，更是一个没有悬念的环节啊，而且是一个 vivo 很难失误的环节。那简单来说吧，拍摄2个场景啊，在这2个场景下，不同的光照条件下 ，vivo 的表现都是非常稳定的啊，人物面部非常精美。除了人物面部的肤色以外，照片的颜色呀、背景的颜色呀、整体人像的抠图啊，这些都是上乘的。而且现在的 vivo 在拍摄人像方面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功能，就是夜景人像。夜景人像里它有一个独门的绝技，就是它的闪光灯是可以变焦的，可以随着你选择的镜头焦段不同，闪光灯的视角也跟着变，也可以根据被摄人物远近不同调整闪光的强度，让闪光柔和不晃眼。现在看到的样片呢，就是我在夜里随手抓拍的朋友，当时有开闪光灯的，有没开闪光灯的。有的时候我拍完之后，我问朋友说：“哎，我开闪光灯了吗？”他也说：“哎，我没注意啊。”确实，这个闪光灯真的很柔和。这些朋友都知道，他们的照片呢有可能会选到我的节目里，但是他们对我这种偷拍的行为呢也没有任何的反感，也没有阻止。他们并不是信任我拍的能有多好，而是他们信任我手里的设备。这个道理大家都应该懂吧？朋友们聚在一起，要的就是你开心，我也开心。那么你怎么能让朋友开心呢？很简单，要么你就把所有单都买了，要么你就提供情绪价值。如果你手里有一台能把他们拍的都非常好看的设备的话，不能说你是朋友中最靓的仔吧，反正每回聚会你要不到的话，肯定会有朋友想你的。再说直出扩张度的表现，那这回手机里提供的主打的3种大色彩模式都测试了啊，鲜明、质感、蔡司自然色彩。在这3种色彩模式下，无论是主摄和超广角在各种测试环境下的表现都是很稳定的。那么简单概括来说呢，质感模式是适合直接出片的啊，就是说你拍完之后不用再去调节了，系统已经给你设置了它认为比较合适的对比度啊，还有色彩。那么鲜明模式呢，是非常适合你拍完之后在后期加工的，它能保留非常丰富的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而且亮部跟暗部也不会有不自然的现象，也不会偏色。那么自然色彩模式呢，介于两者之间。那再说夜景拍摄啊，这个夜景拍摄呢，其实是比前摄跟人像拍摄更没有悬念的一个环节，可以说是 vivo 最强的一个环节了。那简单概括一下吧，就是在城市夜景的这些测试环境中，这些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有强光有阴影的测试环节啊，主摄跟超广角都没有问题。那到了昏暗的场景呢，主摄的表现也不用担心，超广角的表现呢跟其他的手机也就差不多吧。长焦的夜晚测试呢也是如此啊，没有什么悬念啊，效果都很好。总的来说呢，就是 3.5 倍镜头会比2倍数码变焦在解析力方面有明显的优势，10倍数码变焦呢会比 3.5 倍的光学焦段在解析力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就算到了昏暗的场景，
长焦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同样10倍数码变焦在解析力方面比 3.5 倍光学焦段要出色。那到了极暗环境呢，就要打开夜景模式测试了。那么这个环节呢 ，vivo 肯定也是不怕的，尤其是主摄，它的细节呈现呢肯定是没问题的啊。每一个环境呢就不挨个说了，大家看它的细节呈现就知道了。那如果要提一些改进呢，就是这主摄在这么暗的环境下出片居然还这么亮啊！虽然说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夜景呢是不看亮度的，要看细节呈现，但是我还是建议啊，厂家可以把出片的伽马值调一下，在不影响细节呈现的情况下呢，出片可以稍微暗掉一些，这样的话呢，效果可能会更好看一些啊。难道这是 vivo 给其他竞争对手留的一点空间吗？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也是最接近现在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现，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防抖清晰度都非常不错啊。虽然说是白天，但是当时的光线已经很暗了。现在是超广角录像表现，同样的清晰度跟防抖也都是没问题的。现在是2倍的录像表现，它是主摄的数码变焦，还没有用到长焦镜头呢啊，效果也是没问题的。现在是 3.5 倍镜头的录像表现，清晰度跟防抖都是非常优秀的。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录像表现，它就是 3.5 倍镜头的数码变焦。新的 3.5 倍镜头还是比较强悍的，可以看到虽然说当时的天色已经很晚了，但是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依旧很强悍，防抖清晰度都很好。这次也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试了增距镜的效果。那现在左边呢就是增距镜800毫米数码变焦的录像效果，右边就是手机最远的20倍数码变焦的录像效果。可以看到增距镜这边的清晰度跟解析力是要强很多的，对吧？现在是主摄夜晚的录像表现，可以看到它的清晰度、解析力依旧是非常高的啊。防抖跟白天比呢，苛刻的说呢是稍微有一点点下降的，而且稍微有点鬼影，对吧？超广角在这么暗的环境下能拍出这个效果呢，就已经不错了啊。防抖跟白天比呢，肯定是没得比的。清晰度跟解析力呢，其实是比我想的强的。现在是 3.5 倍夜晚录像的效果，在这么暗的地方呢，清晰度跟防抖依旧是非常上乘的。这颗新的长焦镜头表现还是很厉害的。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夜晚录像表现。老实说，这么暗的地方10倍数码变焦这个效果就可以了啊。颜色没有失真，也没有发白，而且防抖依旧强劲，解析力、清晰度都是非常高的，有点噪点呢，这也是在意料之中。vivo X300 Pro 延续了 vivo 这几代 Pro 的强悍表现，不冒进不出错，扎扎实实的迭代升级，还把 Ultra 系列的摄影师套装下放给了 Pro 机。演唱会神器可以说是又添了元猛将啊！它优秀的暗光表现可以让你看清昏暗的角落，优秀的长焦表现呢可以让你看透远处的风景，优秀的人像和夜景人像更可以让你给朋友们带来欢乐。那么节目的最后，你们觉得这台手机它的长相怎么样呢？也就是说它的工业设计你们喜欢吗？欢迎说出你的看法。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